刚好在那个课堂上在播放佛经哦，那个佛经突然变成像妖魔鬼哭神嚎，我真的很抱歉，我那时候是课程导师，但我真的吓到了。信仰注重在人间，今天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讲魔与鬼哦。其实讲到这个单元哦，虽然说服务了21年的机身，我本人真的是怕鬼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头有好多真实的体验，不断的被财神爷锻炼成长出来的。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哇，讲到魔鬼，真的是让人家又好奇，但是又觉得哇，好害怕哦。来，我们先说鬼是什么。如果按照财神爷的说法，以及我们看到的佛经典的说法啦，我们人往生的灵魂就叫鬼咯。其实往生的灵魂也会有去到很多的地方，去到不一样它的灵性世界，也会变不一样的名称。就像佛经所说的6道轮回，可能他投身到天道，成为天人，好，那有可能也成为畜生道，但是你也有可能变恶鬼，恶鬼就是在地狱受苦受难的。所以呢，我也换句话说，你也可能成神成佛啊。但是呢，你要明白，这个世间有好有坏，有对有错，相对的有神有鬼，有佛有魔，所以未知的一切，灵魂的一切，我们都把它称作鬼。那说真的，对我个人来讲啊，在帮财神成为代言人，有一件事情都让我一直是蛮头疼的，也甚至觉得每次遇到处理这事情，我都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每次我在处理卡音的问题我都处理不来。曾经有一个卡音成功恢复案例，就是本人我咯哈。但是多数我所遇到的卡音的人他们都存在很多来自于自己个人生命的问题，或自己看不开钻牛角尖的部分。所以呢，有时候卡音卡住的是人跟心有蛮多人会问我说，师姐，鬼会害人呢，被魔缠上是不是很可怕？其实财神爷也有说，魔与鬼其实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性。我跟各位说个案例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已经是财神爷的代言人了，也开始在做服务咯。可是呢，我每天都看到鬼，而且我都已经人鬼不分了。我看到很多没有头的在路上走，或骑脚踏车，或甚至骑摩托车。我还问我朋友我很真心的问我说，没有手没有脚能活，会不会没有头也能活？你看我曾经已经人鬼不分成这么严重了。还有一次我跟我姐姐，那时候我们还是夜市人生，在摆夜市，我们就开车，然后走在国道3号。我姐在开车的过程，我发现国道上有人挡在中间。我姐要开车过去的时候，她没看到，我就大喊说：“停下来，要撞人了！”我姐真的停下来。阿弥陀佛，那时候国道3号才刚开始，好家在某个南部嘉义的乡镇，往背后看没车，凌晨1、2点而已。如果今天后面有车在国道1号，我想不是这样了。然后那时候我姐被我吓到，我自己也吓到。阿波郎经过这个事件，我就回来问财神爷说：“神尊慈悲我怎么会这个样子？人鬼都不分了呢？因为又像人又像鬼，所以我其实好困扰我请财神爷慈悲帮忙，我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啊？”那时候财神爷他就笑而不答，不告诉我。我那时候心里想说算了，你不说，那可能背后我不知道学什么功课啦当然没多久的时间我刚好遇到一个算是被重伤的一个生命故事啦。被重伤的事件过后，我领悟到其实鬼不可怕呢，人最可怕。那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再也没看到鬼了。除非我今天要为神尊办事，我可能借由神尊的眼中，我才看得到其他道的众生，要不然当恢复是人的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跟例子了。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明白，有时候你遇到鬼遇到魔的干扰，其实真的不是在于到底他们存在是要害我们些什么，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恐惧跟执念，以及我们没有放下的情绪。怎么说，我也让你们明白一个人卡音的时候其实要自己回来好好反省自己，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让我自己各方面的能量混乱？其实是你打开了你的频道，开放任何的每个能量来到你的身旁。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卡音，你都要知道你特别的负能量，你也放任自己的情绪流转，你甚至是无限的执着每次有卡音的财神粉丝来做处理，其实我都会告诉他，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不是这么简单一次问了事就没事了，不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要有许多自我的了解，甚至是你自己要面对你的生活，要去理解到底发生些什么，也要做自我修正调整，不能放任情绪乱来的财神爷常常在讲我们住在人间，人间所有的能量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财神爷曾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能量也许会穿越我们的身体，但是它穿越不留下是你兴起执着，能量就留在你身体了。
所以有时候说真的，我们这时候在说卡因，也可以说叫吸引力法则。我们也会吸引好的人来，但我们也会吸引不好的人来，不好的鬼，不好的魔。所以在这边让你们明白，其实真正的卡因真的不是在灵的问题，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啦。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讲完了卡因，讲了鬼，我们接下来讲魔。说到魔，我这边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一定要跟各位分享。曾经帮财神爷在庙里开设灵性觉醒的课程，做灵性课程的教导，刚好在那个课堂上在播放佛经哦，那个佛经突然变成像妖魔鬼哭神嚎，我真的很抱歉，我那时候是课程导师，但我真的吓到了，我吓到我课程那个博士学生跟我说，师姐你不要怕，你赶快请示神尊，接下来怎么做。后来他这么一讲，我突然醒来，对我还要带领大家成长，我怎么可以吓到。后来我就请示财神爷，财神爷接下来怎么做呢？那时候财神爷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呢，庙呢开放十方大众来参拜，六道轮回每个灵魂啊、鬼道众生啊、魔鬼都会来呢。你魔鬼来啊，你不闹事啊，我们也是要奉茶哦。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关于模考的部分，我曾经在我服务大众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也是有遇到一些瓶颈。那我发现我个人对神尊的信仰已经是不会退到了，可是那个魔的考验会附着在我的兄弟姐妹或我的好朋友来考验我很多问题。我曾经被模考考到就是说我自己很丧志，我也不明白我怎么通过。这时候财神爷说了，他让我去回想到在佛经里头记载，其实佛当初能成佛，他也是通过模考出来的。他成佛之后，他来看魔，他是感恩他的呢。因为这件事情让我领悟到，对啊，那既然魔存在，佛存在，我要能够成就也要通过模考啊。所以我明白有佛就有魔，我何必一定要钻牛角尖在模考，而不去看我有神的支持的力量。自从我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再也没有模考的经验过来了。所以我发现不管是卡因或是模考，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自己，你愈惊愈对啦。所以说模考或是说卡因这个问题，真的是灵界的问题要处理吗？是，他们要处理，需要透过一些譬如说法会或我们诵经祈福但还有个最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个人自己的问题那再来跟各位举个案例，其实我当初在23岁那一年开始被灵魂干扰，然后开始相信信仰，让自己就是也透过一连串的身心灵课程医疗宗教让自己好起来。我的复原期间是1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因为我家里也需要我去工作赚钱，我不能让我都是生病状态。可是在同个时间，我们有一个财神道友啦，他也跟我岁数差不多，就小我1岁，然后也是在同样时间卡到人家她大小姐，她不需要工作赚钱的，她有家人照顾，生活也不用她担心烦恼，所以我必须1年就得好起来，面对事实，面对世间，走入社会工作赚钱修道。她不用她的 background 非常好，所以呢，到现在我为财神服务21年，她也卡音卡了21年，到现在都没有好。所以每次说到他，我觉得关于卡因的问题，或者说被灵魂干扰的问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放过自己。你越是不放过自己，越要跟这样的能量在一起，那你就永远是不会好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卡因的时候来这边教各位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怎么样突破这一切。这边先跟各位分享财神爷的牌卡关于魔与鬼他说魔鬼虽然可怕，但人心最可怕。所以你发现以后卡因这件事情或是魔考这件事情，我就 combo 不，因为问题都不在魔鬼，问题都在我们自己。在财神爷这里就有个关于魔与鬼的警语，他说佛陀通过魔考而成佛，成佛后他也会感恩魔鬼，所以世上没有绝对的呈现说到这里你就要明白我们都应该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不敢去面对它？再来，是不是有什么执念一直在你心中你无法放下？还有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恐惧？这个恐惧是无限放大这一切的。如果你明白你的答案有这些部分，那你就要知道不用急着去收惊啦，不用急着去驱鬼啦，我们好好来调整自己的心。好，所以我们来说怎么样来帮助自己，让自己由里到外的清理好自己。首先第一个，不要放大了负能量，因为我们的感官生活并不是真的，就像耳听不见得是真的事情，眼睛所看到的也不一定真的事情。有时候你看到人家在打架，搞不好人家只是另外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你误以为他们在打架。所以其实我们感官来看这世界都不准，所以你不要相信它。这时候我们就要像春娇一样，在录影的过程它也是保持它的轻松愉悦。记得不要放大你的感官
观所阅读到的世界的能量。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执念放下来，我们要转换自己的能量。你不放下，你就无法前进；你不放下，就如同你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我们通常过不去的就只有自己。只要我们愿意放下那些纠缠的能量，它自然就离开了。记得哦，转念啊，它会转换我们的能量。在第三个，其实我们要学的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啊，让自己回到正常正能量的状态。打比方，如果你有卡因或卡魔的状态啊，也好好回想一下，你最近生活有没有规律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健康啊？你睡得好不好？睡得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哦。再来还有你的心态啊，你心态有正向吗？你是不是有常常在那边想那些不好的人事物，不愿意放下？在第三个，那你的居家环境有干净清洁整齐吗？我跟你说哦，我每次到财神粉丝家看风水的时候，从居家的状态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家好或不好。运不开的，财运不好的，家庭不平安不兴旺的，家一定乱。你要明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状态，该断舍离的都要进行。所以你记得，当你如果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啊，你有了运动啊，你吃的健康，心态快乐啊，晒晒太阳啊，打扫了你的居家空间啊，我相信你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好呢。再来哦，还有一点补充哦，财神也有告诉我们，我们现今的社会，你会发现好多人都有精神疾病的问题，卡因卡魔的事情也很多。它有两个意思代表，一个意思代表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物质文明提升，教育水准也到位，知识也爆炸，所以其实我们的身心灵都要提升呢。的身心灵在提升的过程里头，地球在扬升，这个扬升的地球的状态啊，跟我们提升的状态，其实也都相对会呈现出正负能量啦。所以呈现了正负好坏的能量，你记得跟着好能量你就继续上去，跟着坏能量你就往下走。再来还有第二点大家要注意的哦，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网络社会啊，大家都想说啊，上来网络留个言说个话，反正不看到人，你又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甚至是我们还可以身份加密，人家都查不到我是谁。但是啊，这就像古人所说的，我们要慎独。慎独就是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审慎独立，不要乱来。你看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被了解的身份，或是网络不用负责的地方，他就乱说话，广传的这些负能量言论也等同负能量的开展。所以也请大家在网络的世界里头，真的是也要抱持的正念的身语意行为会更好啦。所以啊，当你觉得自己卡音了齁，其实是要来问问自己，是什么卡住了你的心。如果你觉得这集啊对你有帮助，那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的智慧哦来帮助我们人生度过每一个关卡。祝福各位哦，拜拜。然后呢，也有可能就是你也会变成就是说，不开心哦，讲到你是畜生，不会啦，那个假生的，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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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我每次去问说，到底我们做这个是对不对？他都说这是有赔，叫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做到现在也3年多，从一个客户都没有。刚开始要开的时候，很多业界的老板也说，你们怎么那么傻？